你們知道最讓五角大樓心梗的畫面是什麼？不是什麼衛星照片，也不是什麼絕密文件，而是咱們歼36雙机編隊在雲端闲庭信步的幾秒鐘視頻。這哪是是非啊，這簡直就是公開處刑現場。美國智庫连夜開会，太空望遠鏡都快看冒烟儿，直言不讳，6代機时代美國不再是主角。美国网友更是在論壇破防吐槽，咱們的 NGAD 還在跟国会老爺們討價還價，中國已經雙机炸街，這劇本不對呀。而俄羅斯那邊更是五味雜陳，當年美蘇爭霸那是雙雄并立，可如今蘇57還在量產的泥潭裡掙扎，連5代機都沒搞利索，更別說6代機。這種落差就好比当年的武林盟主，眼睜睜看着一个後起之秀用自己還沒練成的絕世武功把對手給秒了，那種無力感只有他們自己懂。聊到這兒，一個所有人都忽略的痛點就浮出水面：為什麼美蘇爭霸的劇本最後會被中國截胡？為什麼我們能實現反向碾壓？我是不愛放大招大招，歡迎來到島嶼。今天帶大家深入拆解殲36背後的真相，保證讓你看清中國的真正底氣。大家發現沒？這次殲36炸界，身邊帶的不是傳說中帶刀護衛殲20，而是另一架殲36。這個細節藏着一個足以顛覆全球航空格局的真相：6代機時代已經徹底降臨，而5代機哪怕是最頂尖的，也開始落伍。這叫啥？這叫物以類聚，神以群分。在武俠小說裡絕世高手閉關出來試招，找個二流高手那叫欺負人，只有找另一個絕世高手對拆，那才叫實戰。殲36雙機編隊就是2個頂尖高手在切磋，而曾經的武林盟主殲20竟然連圍觀的資格都沒有。不是他不夠強，是殲36太強。咱們客觀點，殲20作為全球唯一服役的雙座5代機，隱身跟協同作戰那是頂尖，但在殲36面前，他竟然顯得跟不上節奏。這說明什麼？說明殲36的傳感器融合速度、空中態勢感知力已經讓5代機難以望其項背。這已經不是性能差距，而是文明維度的差距。打個比方，這就像你開着一輛頂配的燃油超跑，100公里加速2秒，覺得自己無敵了。結果呢，旁邊飛過去一輛全固態電池的磁懸浮飛行器，人家不用加油，不用換擋，速度快你好幾倍，還能瞬息萬變的懸停轉向，技術底層邏輯完全變了。最諷刺的是啥？當年美蘇爭霸，美國靠代差優勢碾壓蘇聯，現在的中國把這套劇本原封不動的還給了美國，而且演得更絕。老美那邊的 NGAD 計劃，所謂的 F47 6代機，現在幹嘛呢？還在扯皮。今天國會說貴，明天企業說方案有漏洞，這正應了《道德經》那句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老美那是典型的多言，整天吹 PPT， 連個時機都拿不出來，而中國就是典型的守中，不吹不擂，直接把時機拉出來遛彎。這就是薛定諤的貓對上了板上釘釘的鐵。美國人的6代機處於存在與不存在的疊加狀態，而中國的殲36已經開始雙機表演。這個逼斗抽的，你說響不響？很多人問我，大招這殲36為什麼這麼快呢？去年首飛，今年就編隊，是不是趕工期呢？如果你這麼想，那你就太不了解中國軍工的暴力美學。這背後藏着第一個重大的信號：試飛進度的快，其實是技術成熟的穩，是中國航空技術超進化底氣。按照常規戰機從單機到雙機編隊至少要1至2年，單機是測試能不能飛，雙機編隊是測試能不能打。這意味着殲36所有基礎飛行科目已經全部通關。大家回想一下，幾個月前殲36試飛還需要殲20保駕護航，那時候的他像個新手，需要老大哥帶，但現在他直接拋棄老大哥，跟同類組隊，這說明他已經完全從學會走到準備跑的飛躍。那雙機編隊到底在測什麼？我告訴大家幾個詞兒：A 射 B 導，高速數據鏈路同步，分布式綜合射頻。簡單說你看到不是2架飛機，而是一個擁有2個大腦、無數雙眼睛的空中怪獸，一個探測，一個攻擊，一個誘敵，一個包抄。這種協同能力是老美在 PPT 裡都不敢吹的。說到這兒必須提那個痛點：發動機。很多人說中國航發不行，老鐵們，這種老黃歷早該翻篇兒。殲36聰明之處在於務實，這叫《孫子兵法》知己知彼。他沒有盲目追求一步到位，而是先用成熟可靠的渦扇10系列發動機把氣動、引聲、航電這些硬骨頭啃下來。渦扇10已經非常穩定，而它只是過渡。一旦未來的渦扇15甚至自適應變循環發動機裝置，殲36將完成從大氣層戰機向空天戰機的跨越。
到那時啊，它就是《西遊記》裡孫悟空，一個筋斗雲1小時抵達全球。這種從跟隨到引領的跨越，才是真正的信號。殲36能成，絕對不是陳飞一家的功勞，而是整個中國製造業的全家桶爆發。這也是美蘇根本無法複製的底氣。老美現在最頭疼的是啥？是工業基礎散架。他們能畫出最牛的 PPT， 卻找不出足夠的熟練工，找不到配套的工廠，這就是空有招式，但內力散。而中國呢，我們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，衍生材料實驗室剛出成果，工廠下周就能量產，成本還低 ，RCS 反射面積比 B2 還小 ，AI 駕駛系統、互聯網大廠、科研所無縫對接，幾個月就能搞定自主決策。雷達系統呢，我們的供應鏈能把成本壓縮到老美的1/10，性能呀還反超它。這種众志成城的爆發力，讓中國不僅領先一架飛機，而是領先一個產業鏈。在6代機競賽中，老美是實驗室裡單打獨鬥，我們是在工廠裡集群作戰。這就好比練武，老美招式華麗，但每天吃垃圾食品，內力空虛；中國是內力深厚，招式還越練越快。這種代差不是喊口號能彌補的。接下來的內容是最腹黑，也最讓老美頭疼，因為殲36熟了，我們的5代機終於可以敞開賣。以前殲20是非賣品，因為那是壓箱底的寶貝兒，怕泄密。但現在呢，殲36作為6代機，技術水平領先的殲20整整1代，在殲36面前，殲20已經從戰略頂尖變成了成熟裝備。這就好比大哥大曾經是奢侈品，但智能手機出台以後，功能機就可以出口。想象一下，中東土豪、東南亞鄰居拿着支票來問：“哥們兒，有能碾壓 F35 的貨嗎？”以前我們含蓄現在我們可以大方地說，既然我們6代機都雙機炸接了，這5代機的出口版殲20E賣你幾架也不是不行。這一套組合拳下來，老美的 F35還賣給誰呢？ F35現在一身毛病，升級像蝸牛，價格呢像搶劫，而中國殲35跟殲20E性能先進，性價比高，還沒政治條件。我們不搞霸權捆綁，買賣就是買賣。史記有云天下熙熙，皆為利來。當中國能提供更先進、更便宜、更可靠的戰機，老美的武器霸权自然就開始土崩瓦解。這才是真正讓老美破防的降維打擊。說到最後，我們必須承認一件事：殲36雙機編隊真正改變的，從來不是誰更強，而是誰來定義強。過去的世界是別人寫規則，我們做選擇；現在的世界是我們寫規則，別人做判斷。孫子兵法說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真正的制勝從來不是開火那一刻，而是讓對手在出手之前就已經計算完失敗的代價。殲36出現就是把代價這2個字寫進了天空。它不喧嘩不張揚，而是靜靜地飛在那兒，卻讓整個棋盤的走法都變了。你可以繼續懷疑，可以繼續觀望，但有一件事已經無法回避：6代機時代的開場白已經被寫下。我是不愛放大招大招，下期再見。